太平洋战争第5篇，你知道吗？当年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新加坡，英国人花了大钱筑了重防，却在短短2个月内就全面沦陷。更夸张的是，2艘英国最先进的主力舰才刚到港，甚至还没跟日军正面交手，就直接被炸到沉入海底。而真正压垮英军防线的，居然不是坦克大军，而是一群骑脚踏车的日军部队。没错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靠脚踏车推进，日军一路南下，速度惊人，英军还来不及布防阵线，就已经全崩。前情回顾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军急着掌握东南亚的石油、橡胶与矿产，而横在它南进路线上的最大障碍，正是英国控制的马来半岛与新加坡。英国人当然知道新加坡的重要性，所以早就砸下重金，把它打造成一座海军要塞。问题是，这座要塞只防海上，却没防陆地。英军始终坚信日军不可能穿越丛林，一路从马来半岛打下来，他们甚至乐观到觉得新加坡根本是不可能被攻破的。1941年底，日军从马来半岛一路南下，利用机动部队狂飙推进，甚至还用脚踏车当运输工具，快速绕过英军防线，切断补给。更致命的是，英国派来镇场面的2艘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居然没有空军掩护，直接暴露在日军轰炸机火力下。结果2艘巨舰先后被击沉，英军在制空权上彻底崩盘，陆军打不过，海军被击沉，空军不存在，英军士气迅速瓦解。最终号称永不陷落的新加坡，竟然在1942年2月宣布投降，超过8万名英联邦军人成为日军俘虏，这是英军历史上最耻辱的一次失败。当年日军在拟定南进计划时，其实心里最没把握的不是美军，而是驻守在新加坡的英军。因为只要英军驻守新加坡，日军南下抢资源这条路就会直接被一刀封死。但问题是，日本海军主力都拿去对付美军，根本抽不出多少舰艇来保护南下的运输船团。再加上一个更致命的现实，为了打英军一个措手不及，日军必须和珍珠港同时开战。可偏偏12月的马来半岛东北季风狂吹，海象恶劣，想要用小船登陆几乎等于自杀，但日军的选择只有一个字：赌。向来爱赌国运的日军最后还是拍桌决定硬上。他们把近卫师团、第5师团、第18师团的一部分凑在一起，组建成第25军。指挥官这个人你一定要记住，山下奉文。海军方面临时拼出一支护航舰队，9艘巡洋舰、16艘驱逐舰、16艘潜艇，负责替运输船挡子弹。空军更是名副其实的拼命三郎，在没有航母、没有战列舰压阵的情况下，干脆派出近600架陆基飞机，试图用制空权去弥补海军火力的不足。情报才是日军最可怕的武器。在战争爆发前，日军参谋石正信悄悄走遍东南亚，研究风土、道路、补给线与民情，甚至还写了一本小册子，名字相当中二，叫做《一读必胜》。事实证明，日军对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地形熟悉程度一点都不输给英军，而对手呢？1941年的远东英军基本上已经成了弃子。当时英国本土一边挨德国空袭，一边被潜艇封锁，北非还有德意联军压着打，自顾不暇，哪还有力气管新加坡？英军号称在东南亚有13万人防线，听起来很壮观，但真正能打的有多少？英国本军只有3个师，澳军第8师6个营，英属印度军队17个营，再加上5个本地兵营。说难听一点，大多数都是临时拼凑的部队，训练不足，装备老旧，跟久经沙场的日军根本不是同一个等级。防线建错方向，全军等于自杀。英军最大的问题不仅是兵力不够，而且是判断完全错误。新加坡的重炮几乎全部对着海面，防的只有一个方向，但日军是从陆地打过来，结果炮口再多也只是摆好看的装饰品。更荒谬的是，英军高层坚持认为丛林不适合坦克，所以马来半岛1辆英军坦克都没有，反坦克武器也严重不足。最高指挥官帕西瓦尔更乐观到离谱，他断定12月风浪太大，日军不可能登陆。就算真的来了，新加坡岸防炮加上刚到港的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，也能把日军炸成渣。
于是英军彻底放松警戒。1941年12月8日凌晨1点半，就在珍珠港还没被炸的时候，日军已经抢先动手，近卫师团直接从法属印度支那出发，强行进入泰国，迫使泰国投降后继续南下。同时第25军主力在宋卡、北大年、哥打巴鲁多点登陆英属马来亚。另一边，日军轰炸机从越南起飞，痛击马来半岛和新加坡机场，英军战机当天直接报销一大半。英军司令帕西瓦尔面对日军攻势毫无应变能力，多次否决正确建议，该调兵不调兵，该补防不补防，而防守北线的印军更惨，在吉打一带一个整师竟然被日军500人突击队打穿，战线瞬间崩盘，英军几乎一路溃退，毫无还手之力。老实说，英军并不是一开始就必败无疑，因为第一批登陆的日军人数并不多，装备跟补给也还在海上。如果英军赶在第一时间反击，其实是有机会把日军打回海里去的。机会点在哪里？就在运输船。只要打沉运输船，日军的登陆部队立刻断粮断弹，再精锐的部队没补给也只能等死。1941年12月9日，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菲利普斯下令 Z 舰队出港，旗舰4.5万吨的威尔斯亲王号战列舰、3万吨级的反击号战巡舰，由4艘驱逐舰护航，直扑日军登陆场，目的只有一个：击沉日军运输船。可问题来自于情报错误。Z 舰队接收到信息，日军主力出现在关丹，菲利普斯于是掉头去找根本不存在的敌人。最致命的是，第二天依然没有下令返航，反而让整支舰队暴露在白天海面上。这时候的 Z 舰队既没有航母随行，也没有协调陆基战机护航，换句话说，2艘战舰等于在海上裸奔。日军一得知英军主力舰离港，而己方海军火力又拼不过英舰，立刻决定用飞机解决问题。海航第22航空队出动，88架轰炸机直接扑上去。12月10日上午11点，第一批9架96式陆攻机出现，雷达发现敌机时，英军立刻开火，高射炮打得满天弹雾。可下一秒，他们才发现一件恐怖的事：这些日军轰炸机不是他们平常打的那种慢吞吞靶机，而是速度快、机动高，还不要命。尽管日军没有多少装甲，一中弹就起火，但飞行员完全不顾生死，硬是冲进防空火网来投雷。反击号先中一枚250公斤炸弹，但舰长临危不乱，在接下来17架日机的鱼雷攻击中，竟然全部躲过。那一刻堪称海战史上的神级操作，但另一艘就没这么幸运了。威尔斯亲王号被鱼雷命中，动力舱进水，航速降到16节，航体倾斜到11度，连防空炮都开始失效。就在这时，英军才想到要战机支援，舰队立刻向新加坡求救，战机支援快一点。所有人抬头望天，期待奇迹发生，但奇迹没有来，死神却来了。12点48分，日军真正的杀手出现，26架一式陆攻轰炸机，速度更快，马力更强，鱼雷还藏进弹舱，阻力更低，命中率更高。10几条鱼雷尾迹在海面上直扑两舰，这一次命运已经写好。下午1点03分，中了4条鱼雷的反击号首先翻覆沉没。47分钟后，威尔斯亲王号也沉入海中，总计47名军官、793名官兵与2艘巨舰一同殉海。而最具讽刺的是，战斗结束后，6架英军水牛式战机才姗姗来迟，天空已经没有敌人，海上只剩残骸与油渍。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上级回报 Z 舰队全灭。而那2艘曾被视为新加坡精神支柱的巨舰，几乎还没打到敌人，就已经沉入历史。Z 舰队一沉，新加坡最后一点指望直接归零，日军终于可以放心了。但问题是，马来半岛根本不是什么好走的地方，丛林密布，道路泥泞，天气闷热，对任何军队来说都是地狱级战场。面对复杂地形，日军没有选汽车，也不用马车，反而从日本和泰国调来上万台脚踏车，让士兵用2条腿当引擎，自己踩着南下，省油、好修还安静，在当时简直是完美交通工具。问题是马来半岛的太阳太狠了，晴天的时候柏油路面热到能烤蛋，自行车胎一个一个爆，维修兵忙到崩溃，最后很多单位干脆把轮胎拆掉，只剩下光滑的银色钢圈直接在路上骑，钢圈压在地上发出金属声，成千上万脚踏车同时前进，声音之吓人，连日军自己都傻眼。英军前线更惨，还以为日军出动装甲部队、坦克
克群压境了。而偏偏日军真的有少量轻型坦克参战，在初期交火中就已经把英军打到怀疑人生。当英印军听见那种声音，再加上前线不断传来坦克来了的消息，恐慌情绪迅速扩散，有些单位连打都没打，一听到声音就撤，重机枪不要了，弹药不要了，连反坦克炮都不要了，一个人跑，10个人跟着跑，最后变成一整营往南逃，目的地只有一个新加坡。1月11日，日军攻下马来西亚首府吉隆坡。到了1月底，先头部队已经压到柔佛海峡北岸，对面就是新加坡。英军彻底乱了阵脚，立刻轰炸长堤，试图阻挡日军渡海。但这个决定却等于亲手切断还困在半岛上的友军退路。短短1个月，日军在马来亚击溃加俘虏英联邦军超过5万人，新加坡已经变成一座孤岛，下一步就是总攻。表面上看，日军一路南下，战绩辉煌，气势如虹，但实际上他们内部已经出现严重危机。原因很简单，人和弹药可以靠脚踏车送，可是大炮不可能用脚踏车拖。于是当日军开始用步兵炮、山炮猛轰柔佛海峡对岸的新加坡时，真正的重炮还在100多公里外的半岛后方。更糟的是，南方军司令寺内寿一又调走第3飞行集团去打印尼，第25军能用的飞机瞬间砍到只剩108架轰炸机、40架战斗机、14架侦察机，跟之前的规模比，可以说是腰斩再腰斩。而海峡对岸的新加坡，英军这时正忙着内斗，最高指挥官帕西瓦尔和澳军第8师师长贝内特为了日军可能从哪里登陆吵到翻脸。帕西瓦尔坚持日军一定会正面冲军港，贝内特却提醒，在这种天气下，日军小艇根本不可能顶着火力强渡正面海峡。但很遗憾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帕西瓦尔一拍桌，英军主力和英印军全都摆到东岸西北方向，只留下澳军第8师与部分印军，日军反而从最弱的地方杀进来。当时新加坡西北角地形复杂，沼泽密布，丛林遍布，英军军官们一致认为，日军要是敢从那里登陆，肯定寸步难行。他们完全没想到，日军在马来半岛早就习惯这种地形了。2月4日，山下奉文下令近卫师团在东岸摆出主攻态势，制造假象。真正的主力第5、第18师团悄悄从西北方向横渡1公里宽的柔佛海峡。英军其实早就布置了探照灯，准备夜间阻击，结果登陆当晚，前线指挥官完全联络不上探照灯部队，士兵只能在黑夜中乱射，连目标在哪儿都看不到。10点40分，日军成功登陆，天亮时已经上岸15000人，而帕西瓦尔依旧拒绝调兵，直到防线一段段失守。第2天，他才勉强下令抽调2个英军营反击，但这时已经无力回天。2月12日，日军拿下关键制高点布基贴马高地，新加坡的供水管线被切断，整个城市陷入恐慌。讽刺的是，山下奉文此时也是冷汗直流，中小型火炮虽然上岸了，但炮弹却打光了。要硬攻，火炮撑不了几轮，继续拖，补给更断。原本打算在2月11日纪元节当天拿下新加坡，结果进度严重落后，他自然被上级骂翻。3大主力师团人困弹尽粮缺，已经到极限，正面打已经不划算，他改用最后一招心理战。疯狂对新加坡广播传单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断水了，继续抵抗无意义。2月15日下午，就在日军几乎断粮的前一刻，英军代表举着白旗出城投降，山下奉文当场惊呆，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赢了。当晚双方谈判，可现场画面极其尴尬，英军不会日文，日军翻译英文结巴，山下奉文本人也只会几个英文单词，谈到最后根本鸡同鸭讲。最后山下奉文拍桌怒吼，不准再啰嗦，投降还是不投降 ？Yes or no？事后他回忆，当时第5师团子弹都快打光，英军如果玩命反击，日军恐怕真得拼刺刀。但帕西瓦尔最终低下了头，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当时新加坡尚有8万多名英联邦军人，补给充足，弹药未绝，却选择放下武器。丘吉尔后来悲痛地说，这是英国历史上最惨痛的失败。战争结束后，英国坚持将山下奉文以战争罪处以绞刑，世人普遍认为这更像是一种为新加坡雪耻的政治报复。下集预告：爪哇之战。
攻下新加坡与菲律宾后，日军终于闯进印尼石油宝库，而接下来联合舰队将迎来第一次真正的海上决战。四国联军第一次见识到日军93式鱼雷的恐怖威力，夜战噩梦从此开始。更讽刺的是，当日军进城，不少当地人不但没帮盟军，还亲自当向导替日军带路。他们以为送走一头虎，迎来的是自由，却没想到请进来的是一头更残暴的狼。请锁定下一集《爪哇之战》。